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我哋日更頻道啊。咁我哋呢一集呢，同大家睇一個大陸嘅案件啦。呢個案件呢，就話有個43歲嘅農民啊，就包養咗2個情婦喎。咁竟然呢，仲3人同床啊。咁最後呢，2個女人爭風呷醋之下呢，呢個農民呢，就殺咗其中一個人。到底發生啲咩事呢？我哋一齊睇睇啦。咁喺2013年嘅4月某一日啦，河南某個市嘅警方就接到當地施工現場嘅民工打過嚟嘅報案電話，就話呢個民工呢，喺報案電話入邊就講到啦，佢喺正在施工嘅工地嗰度發現咗一個散發住好難聞氣味嘅編織袋啊！啲工友呢，覺得個氣味好難聞，就唔敢靠近啦。佢好奇心好重，就行過去睇啦，就發現呢一個咁樣嘅編織袋其中一個角呢，就已經破損咗啦。而佢擘大眼睇一睇啊，令到佢好驚嘅呢，就係透過呢個破損咗嘅角落頭就可以睇到編織袋入邊呢，有一執長頭髮，仲有女性所着嘅胸圍。佢覺得非常之不妙啊，於是乎呢，就打電話報警啊。咁警方呢，接到報案電話之後啦，就第一時間去到現場啦。咁經過法醫鑑定啊，呢個編織袋入邊呢，係一部分人體嘅上半截組織。咁死者嘅死亡時間呢，原來係2008年到2012年之間啊。個死因呢，就係頸動脈俾人割斷咗，大量出血死亡啊。由於時間久遠啦，咁其實死者嘅頭骨咧已經係白骨化噶啦，好難以去辨別外貌啊。而屍體留低嘅信息要辨別起上嚟咧，亦都係有一定嘅困難。咁後續咧對死者嘅屍體進行一個全方位嘅鑑定之後咧，警方亦都係揾到啲幾有用嘅信息喎。咁分別咧就係第一，呢個死者女性啦，年齡35到45歲之間。咁通過對死者上半身身體組織嘅拼湊還原呢，就推測佢身高係1.68左右。最重要嘅線索呢，就係呢一個死者喺其中嘅手上邊就紋咗個漢字。咁經過辨別呢，呢個漢字就係一個蟲字啊，係一個木一個弓嘅蟲字啊。咁但係啦，雖然有咁多關於死者嘅消息啦，個範圍亦都係太廣啊，呢啲線索咧係好難去認定死者嘅身份啊。於是乎，警方開始由其他方面去搜尋線索啦。咁卒之咧，皇天不負有心人啊！喺個編織袋上邊，警方就通過還原咧，就揾到2個好模糊嘅漢字。呢2個字咧就叫鼎福。咁根據警方嘅調查啦，呢個線索咧係指向天津一間叫做鼎福嘅工廠啦。於是乎咧，警方日以繼夜咁樣趕到去呢間工廠，向工廠嘅管理人員就調查呢間工廠喺2008年到2012年有冇一個咧手上邊紋住個蟲字嘅河南籍女工呢。咁工廠管理人員知道警方嘅來意之後呢，亦都係即時翻閱檔案啦。咁俾出嚟嘅答案呢，令到警方呢覺得好喜出望外啊！咁根據工廠嘅管理人員講啦，2009年呢曾經有一個叫做劉天俊嘅女工人呢離開工廠之後，同佢相熟嘅工友呢就再冇喺天津見過佢啦。而通過曾經同劉天俊熟悉嘅工人談話得知呢，劉天俊個別名呢就叫小麗啊，而佢當時呢一直都同一個叫做經學寬嘅有婦之夫同居。而小麗離開天津嗰陣時呢，亦都係同埋經學寬兩公婆一齊走噶。因為3個人嘅關係呢，喺其他工友睇落呢係非常之唔正常噶，所以好多女員工對小麗嘅印象都好深刻噶。而根據小麗嘅同鄉所講呢，佢曾經喺街嗰度遇到經學寬，咁2個人傾偈嘅時候呢，就問起阿小麗到底去咗邊啦。咁經學寬呢，就同佢講小麗已經結咗婚啦。咁聽到呢一個講法嘅時候呢，警方覺得經學寬
喺度講緊大話，因為呢，小麗唔係結婚啊，嗰陣時嘅小麗估計已經遇害啦。咁即係話呢，經學寬明顯就喺度講緊大話，有好重大嘅犯罪嫌疑啊！經過對比警局嘅數據庫，警方好快就鎖定咗犯罪嫌疑人經學寬啦。而根據了解呢，犯罪嫌疑人經學寬已經43歲噶啦，曾經因為盜竊2次進入監獄，可以講得上呢係劣跡斑斑啊！一個曾經犯過罪嘅人，仲有一句睇落好似唔起眼嘅大話，就令警方呢就加深咗對殺人分屍嘅犯罪嫌疑人就係呢個經學寬嘅猜測啦。咁冇幾耐之後呢，警方就喺經學寬嘅屋企嗰度將佢控制住咗，捉咗啦。咁喺捉住佢嘅期間呢，警方就問呢個經學寬到底叫咩名啦，但係佢竟然呢就亂咁去報一個名，報個假名啊！咁呢個咁嘅做法呢，就令到原本就有犯罪嫌疑嘅佢呢，令到警方更加深信佢係一個犯罪嫌疑人啊！咁喺警局入邊啊，經學寬所報出嚟嘅假名咧，呢個咁嘅技巧咧，俾警方督穿咗啦。佢又開始否認自己識得劉天俊啊，即係小麗。但係喺證據同警方嘅審問之下咧，經學寬佢所講嘅嘢咧，開始語無倫次、毫無邏輯，冇辦法狡辯之下嘅經學寬咧，終於就心理防線崩潰，乜都講晒出嚟啦。佢亦都係承認咗5年前呢係有殘忍殺害劉天俊嘅呢一個犯罪事實啊。咁但係啦，通過對呢一件事嘅審問呢，有另一個人嘅人名係浮出咗水面。呢個人名呢就係劉小紅啊。咁根據經學寬嘅交代呢，呢一個叫劉小紅嘅女人就係自己嘅情婦，兼且係殺害劉天俊嘅幫兇。而當警方揾到劉小紅嘅時候呢，面對突然之間出現嘅警察啦，佢直接嚇到喊咗噶，不停呢就同警方喺度講話：我俾人呃咗，人唔係我殺，真係唔係我殺。咁通過審訊之後呢，劉小紅好快就交代咗自己合謀殺害劉天俊嘅犯罪事實。通過2個人嘅口供呢，咁卒之成件事嘅來龍去脈呢都清楚晒啦。咁原來呢，呢個犯罪嫌疑人經學寬啊，雖然一早就同老婆結咗婚啊，但係啦，佢生性風流啊，經常都喺外邊拈花惹草。佢嘅情人啊係多到呢2個手都數唔晒啊！劉天俊同劉小紅呢都同時係佢嘅情婦，尤其係劉小紅啊，本來亦都係一個有夫之婦嚟噶，但係為咗經學寬呢，就同個老公離咗婚，仲同經學寬呢係生咗一個女啊！咁天真嘅劉小紅呢，仲以為自己可以同呢個男人步入結婚嘅殿堂啦，但係呢，佢唔知道原來經學寬當時屋企仲有一個大婆，對於呢啲情人呢，佢只係玩下噶咋。而正當劉小紅每次想提出同經學寬翻屋企見父母嘅時候呢，個男人每次都係左推右推，就係唔肯帶佢翻屋企啦。咁時間耐咗，劉小紅覺得唔對路啦，但係佢太單純啦。當時呢，佢亦都唔知道原來經學寬係唔止佢一個情人嘅。本來想放棄嘅佢呢，就意外見到經學寬另一個情人，就係今次嘅死者劉天俊啦。咁佢喺知道經學寬另一個情人嘅所在地之後呢，為人豪爽、性格潑辣嘅死者劉天俊呢係直接殺上門嘅。咁劉天俊就喺劉小紅嘅煙酒店嗰度呢，又打又拆，唔單止令到劉小紅係損失咗好多錢啊，而且呢，佢仲俾人笑。所以2個人就喺劉小紅嘅煙酒店嗰度呢係對峙嘅，而死者劉天俊呢更加係講一啲咧好兇狠嘅説話，就話啦，叫劉小紅呢離開自己嘅情人經學寬，如果唔係呢，見一次打一次，直接呢就將劉小紅啊打出佢嘅市啊！咁本來啦，劉小紅知道經學寬係有婦之夫之後呢，就心生去意噶啦，但係呢，劉天俊咁樣上門嘈一嘈咧，就激起佢嘅好勝心啊！2個都係俾經學寬冇當一回事嘅女人呢，就開始互相敵對啊！激起好勝心嘅2個女人呢，就將經學寬呢個男人呢當咗係一個寶石咁樣，大家互相喺度搶啊！而正當劉小紅揾到經學寬話佢聽呢件事嘅時候呢，經學寬亦都好得戚，佢認為自己魅力大，可以令到佢哋
爭風呷醋啊！但係京學寬又點樣可能會為咗劉天俊呢一棵樹去放棄自己個森林啊？於是乎呢，某一日啦，京學寬就揾到死者劉天俊，就希望死者同其他嘅親人呢都相安無事。但呢個時候劉天俊個脾氣上嚟啦，佢話俾京學寬知啊，自己呢就唔會同意人哋同佢分享同一個男人嘅愛啊，為咗逼京學寬同其他情人斷絕來往呢，劉天俊就威脅佢，就話如果呢夠膽辜負佢嘅愛呢，就將佢所有唔見得光嘅嘢全部講晒出嚟，公諸於眾。嗱，咁樣睇呢，劉天俊都相當之天真啊，以為自己食硬京學寬啊，就幻想呢就會對佢俯首稱臣啊。但係佢諗唔到嘅就係坐過2次監嘅京學寬呢，受到劉天俊嘅威脅之後呢，就心生邪念，惡向膽邊生啊！佢想徹底呢去解決呢一個呢咁唔穩定嘅麻煩啊！而京學寬亦都話俾劉小紅知，自己呢係有想解決劉天俊嘅計劃，而俾憤怒沖昏頭腦嘅劉小紅呢，竟然一口答應咗京學寬想要殺害劉天俊嘅提議啦。去到2009年9月中嘅其中一晚呢，京學寬就將死者劉天俊同劉小紅約晒出嚟食飯，名義上呢就係想化解2個人嘅矛盾，但係啦，呢個時候原來危險呢已經係向劉天俊逼近噶啦。喺飯台上邊呢，劉小紅就話俾劉天俊知自己嘅煙酒店轉讓咗出去啦，佢自己要離開呢座城市，早就已經放棄咗同劉天俊爭京學寬嘅念頭。而劉天俊聽到之後呢，非常開心，喺飯台嗰度呢就飲咗好多酒啦。食完飯之後呢，京學寬就以飲醉酒做理由啦，將劉天俊呢留咗喺劉小紅嘅煙酒店入邊，3個人啊仲瞓埋喺同一張床入邊啊。咁呢個時候，死者劉天俊呢就仲喺度幻想緊自己美好嘅未來啦。咁聽到劉天俊佢瞓覺係打晒鼻鼾嘅聲之後呢，京學寬就擘大咗雙眼，叫埋同樣喺度扮瞓覺嘅劉小紅啦。但係同京學寬唔同啊，劉小紅過咗最初嘅憤怒期之後呢，其實冷靜落嚟個佢呢已經唔想喐手噶啦。咁但係而家俾人監生的咗上賊船啦。咁見到劉小紅唔敢喐手啦，京學寬唯有自己將仲瞓緊覺嘅劉天俊殺咗。但係為咗唔俾劉小紅舉報佢或者供出佢呢，京學寬將劉天俊分屍之後，自己拋屍死者劉天俊嘅上半身，就逼劉小紅呢就去抌咗劉天俊嘅下半身，用呢一樣嘢呢去制約住劉小紅啊。咁殺咗劉天俊同埋分屍拋屍之後呢，劉小紅好驚啊，驚自己呢瞓瞓下覺都會俾京學寬一嘢殺咗，而京學寬亦都係驚劉小紅舉報自己。後來2個人呢完全冇晒信任啊，經常同床異夢。於是乎呢，殺咗劉天俊冇幾耐，2個人就分道揚鑣，各自各匿埋，去到俾警方緝捕歸案為止啦。咁呢單案到底會點樣判呢？咁呢個兇手京學寬呢咁殘忍，將死者劉天俊殺害之後，佢嘅手段呢係將人呢個屍體肢解嘅，唔單止係通過分屍拋屍想去掩飾自己犯罪行為啊，而且亦都係做咗個不良影響，所以最後呢，佢係俾法院呢判處死刑嘅，講得上係罪有應得。咁至於呢單案嘅另一個幫兇劉小紅呢，就話到佢雖然係冇直接參與或者殺害劉天俊，但係佢參與咗策劃殺人呢一個事件，而且係有幫忙分屍同拋屍隱瞞事件嘅，所以係俾法院呢判佢有期徒刑10年嘅。咁所以呢個案件呢，亦都係之前同大家成日所講嘅兇殺案呢，多數都係幾個原因嘅，情、錢、仇呢幾樣嘢嘅。咁今次呢，就係感情問題啦，就衍生咗呢個咁殘忍嘅案件啦。好啦，咁今集呢，同大家睇到呢度先啦，大家有咩想講呢？下邊留個言啦。咁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